大家好，我是烟火味厨房阿光。秋天我们要多喝汤，今天用丝瓜搭配鸡蛋，分享一道好喝的丝瓜鸡蛋汤。这款汤清淡不油腻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。首先准备一条鲜嫩的丝瓜，我们用刀背把丝瓜的外皮刮一刮。以前没有削皮刀，我们的爷爷奶奶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掉丝瓜的外皮。这种青皮丝瓜特别的鲜嫩，用刀背稍微的刮掉一层就可以了，这样还可以减少丝瓜的浪费。接下来我们清洗干净，然后把丝瓜的两端切掉一小部分，因为两端的肉质比较硬，放在一起的话会影响整道菜的口感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改下刀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成滚刀块或者是薄片小条都可以。首先把丝瓜对半切开，然后再二分为四。丝瓜里面的瓜瓤很容易黑，我们稍微的削掉一部分，也不要太多。丝瓜瓤也不要直接丢了，可以呢做饺子馅，也非常的美味。全部处理完之后，我们再把丝瓜切成小长段，也不需要太长，大约在5到6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改下刀，今天我就把丝瓜切成小条。丝瓜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，而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叶绿素。平常不管是做汤还是红烧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。这里我们要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大小就差不多了。把切好的丝瓜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丝瓜比较秀气，我们要提前处理一下。往丝瓜里面加入小半勺的白醋，接着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倒满多一点的清水。我们要使丝瓜和空气隔离，这样就不容易氧化变黑。稍微的抓拌，让食盐和白醋完全化开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做丝瓜汤，我喜欢加入一些白玉菇，白玉菇也不需要太多，1小盒就可以。首先把白玉菇的根部切掉一小部分，接着再把粘连在一起的掰开来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白玉菇看似非常的干净，其实表面难免有一些杂质。接着我们要来清洗一下，放在小碗中。接下来加入大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倒满多一点的清水。我们要用淡盐水把白玉菇表面的一些杂质清洗一下。经过这样清洗之后，我们吃着也更加的放心。我们最好都淘洗2遍，直到把表面的盐分全部淘洗干净，然后再用力拧干水分，这样更方便入味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把葱白切成小段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把剩下的葱叶同样也切成葱花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做丝瓜汤离不开老姜，准备小块去皮的老姜切成小片。老姜有去腥和增加食欲的作用，全部切好和葱白放在一起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空碗，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。今天我准备了4枚鸡蛋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少许的花生油，油热之后，我们把鸡蛋倒在锅中。今天的鸡蛋不需要打散，像视频中这样把鸡蛋煎成一个圆饼。煎鸡蛋的时候，我们要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。把一面煎至金黄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同样，我们要不停地放动锅，这样可以使蛋饼受热更均匀。
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把两面都煎至金黄焦香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的改下刀，这样方便入味也方便食用。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成小条或者是4方块都可以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现在的丝瓜也已经浸泡好了，加入了食盐和白醋，丝瓜还是翠绿的，一点都没有氧化变黑。接下来我们就把丝瓜控干水分放在碗中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把切好的葱姜爆出香味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白玉菇也倒在菇中，我们要提前把白玉菇爆炒一会儿，把白玉菇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丝瓜也倒在菇中，这里我们要开大火，充分的翻炒均匀，把丝瓜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因为丝瓜的含水量特别重，我们一定要稍微的多炒一会儿，大约翻炒2分钟左右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。接着往菇中加入1大碗的温水，开大火把菇里面的汤汁烧开，大火烧开，然后用小火煮1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鸡蛋也倒在菇中，丝瓜和鸡蛋搭配在一起，不仅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。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我们简单的调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，其他什么调味料就不需要添加了，尤其是不能添加鸡精和味精。像视频中这样大约煮至2分钟，把所有的食材煮至入味，使丝瓜、白玉菇和鸡蛋的鲜味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白玉菇丝瓜鸡蛋汤就这样做好了。加入少许的红椒碎或者是枸杞，然后加入少量的葱花增加香味。丝瓜汤里面加入了鸡蛋、白玉菇，不仅丰富了口感，同时还增加了营养。像这样的3伏天来上一碗这样的丝瓜鸡蛋汤，上桌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。好了，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